韩国多次盗取中国传统文化，韩国民众在网络上不断上纲上线，恶人先告状。对于韩国对中国的文化盗取有什么警示作用？先说点真实的，不是什么大事儿，但背后反映的问题却不小。近日，一位韩国著名女星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支吃泡菜的视频。明星日常运营网络媒体账号再小不过的事情了，但是最后却引起了韩国一众网友的网络暴力。在这支视频下展开了一场持久的骂战，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位韩国女星的视频中没有将泡菜标注为新奇，新奇指的是韩国泡菜。2021年7月，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正式将韩国泡菜的中文译名正式定为新奇。只能这么说，对一个标注问题如此敏感，韩国民众对民族文化自信到底有多薄弱？芝麻大点的事儿就要上纲上线。同理，还有韩国政府特意为韩国泡菜改名的做法，也能看出韩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觊觎之心。事实上，自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反导弹系统之后，中国就已经对韩国实施了全面的禁韩令。很难想象，在2010年左右，当时的中国最流行的文化——韩国文化，什么韩国歌曲、韩国组合、韩国电视剧之类的。本来韩国还有一个三星集团的手机在中国苦苦支撑，但经过一次三星手机爆炸事件后，三星手机在中国手机的市场份额也是疯狂下降。当时中国民众对韩国的印象已经开始下滑了，但现在韩国已成为了中国民众十分厌恶的一个国家。这就得益于韩国不断的盗取中国传统文化，将本来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说成是韩国文化，还将此向联合国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面对韩国如此没有底线的做法，中国民众都十分气愤。我们先从最近的事情说起。北京冬奥会已经结束有一段时间了，但最近一个网络上一个关于冬奥会期间的段子又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一位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说道，在冬奥会期间，韩国运动员十分嫌弃中国提供的食物，多次在公开场合说奥运村的伙食不好。但在一次韩国运动员吃饭时，在吃完后又悄悄打包了一些方便携带的食物和水果带回宿舍。这本来不是啥大事儿，奥运村也没说不让运动员打包食物和水果，但这件事儿直接被日本运动员在网络上揭发，说韩国运动员在奥运村偷西瓜，这就让这一事件快速在网络上发酵。说实话，日本人举报韩国人偷中国人西瓜，确定这不是中日韩国际关系的概括吗？虽然一开始没能证明这一事情的真实性，但是韩国运动员给人的印象在中国一直不好。之前就有韩国运动员在短道速滑上多次推拉中国运动员的例子，所以韩国运动员偷西瓜的事情听起来也相对合情合理了。随着这一事件在网络上的持续发酵，针对韩国运动员嫌弃中国奥运村伙食以及偷西瓜事件也有了逐渐清晰的脉络。韩国媒体也曾报道过，奥运村的韩国运动员嫌伙食不好，原话大概是：饭菜里全是肉，卖相好，但是质量差，饭菜也很油，吃完不消化，只能吃点蔬菜沙拉，根本吃不饱。首先，中国奥运村的伙食到底好不好？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很多国家的运动员都夸中国伙食好，像其他运动员一天吃6个豆包，谷爱凌比赛间隙吃韭菜盒子，吃200个饺子的美国运动员，这些都是奥运会期间热议的话题。怎么就韩国运动员嫌伙食不好呢？北美运动员都认可，作为亚洲国家的韩国倒不行了。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被韩国民众吹上天的18页菜单，其中包括了萝卜、黄瓜、大白菜等等一系列的泡菜。而北京冬奥会的菜单一共准备了678道菜品，每天都会从中选取200道菜品，8天一个轮换。这相比之下，孰优孰劣就很明显了。至于那位说中国伙食不好的韩国运动员，在后续被爆出是女子短道速滑的金宝玲。冬奥期间，有个韩国运动员面对采访指责队友太菜的就是金宝玲。这种疑似霸凌队友的态度，直接让韩国民众炸开了锅，数十万韩国网友要求金宝玲滚出国家队。金宝玲也在后面的项目中当众下跪，希望得到原谅。讲到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金宝玲要独树一帜地说中国伙食不好了。自然是以贬低中国来换取韩国民众的好感度，毕竟在韩国说中国不好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可以见得，中国对韩国的印象一直不好，是因为韩国不断碰瓷中国传统文化。韩国对中国的印象不好，更多的是来自于美西方的政治正确。
并且两者在各自国内都已经根深蒂固了。说实话，韩国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多深。韩国引以为傲的泡菜，自诩什么泡菜宗主国，但实际上泡菜的真正来源还是中国。在距今3100年前的商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盐渍菜，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泡菜。且不说韩国的历史有没有3000年，光是制作韩国泡菜的大白菜这一原材料都是原产于中国。这些事实存在的事情，韩国就是毫无底线的与中国争论起源，在国际上不断制造舆论，甚至韩国的国旗都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大韩民国国旗的设计体现了中国的周易思想，中央的太极象征着世界，蓝色为阴，红色为阳。4个角落的卦从左上方开始分别是乾、离、坤、坎，分别代表了天地水火。这些都是中国上下5000年来有准确记载的。而之所以韩国近年来不断的盗取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原因的。韩国这个国家自建国以来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朴正熙执政后大力发展民族主义，批判李氏朝鲜士大主义，将矛头直接对准日本。朴正熙执政时期的中学材料上都写着日本是未开化民族，半岛优秀的文化使得日本开花之类的论调。然后借助日本一体论塑造大韩民族优于日本的认知，声称日本文化的源头是大韩文明。然后在另一方面不断的消除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最开始韩国主要是偷日本文化，以此来在韩国国内搞民族主义，但是韩国并没有达到目的，并且被日本搞出了韩国起源论的笑话。韩国起源论也因此传播到了全世界范围。韩国在偷日本文化上受挫，在进入21世纪之后，便开始将目光放在了中国。这也是因为韩国与中国的文化高度相似，偷文化要更容易一点。从端午到高句丽，再从泡菜到韩服，韩国人通过不断的模糊界限，在国际上制造文化归属问题。在之前，韩国还搞出了一个所谓的韩国文化东洋风，其实就是混合了中日韩等亚洲国家文化的大杂烩，其中很多都是为了碰瓷中国。另一方面，韩国国内一直流传着在野史记，其中就说到中国、日本都是古朝鲜帝国后裔，高句丽拥有华北、百济、日本与中国东部沿海一带，甚至在野史记还是在韩国政府的授意下广泛传播的。总结来说，韩国之所以不断地偷日本文化、偷中国传统文化，首先是自身处在国际社会的尴尬地位，只能依靠大力发扬民族文化来解决内部矛盾。又因为与中国、日本的传统文化有高度重合的地方，就开始在国际上盗取文化。事实到底如何，但凡了解过一些历史的人都清楚，韩国只是在掩耳盗铃罢了。说白了，就是一种高度缺乏民族自信的表现。